起床了，朋友们！昨天就在这个闲置的小土屋住了一个晚上，算是一个小木屋啊。帐篷就搭在这里。现在出去看一下有没有下雪。上个洗手间，哎呀，出着大太阳了。这里啊，大片的植被啊被砍掉了。下面是一个水电站，然后那边有几栋的小木屋。我昨天就住在这个石头屋啊，准确来说，白天这里的气温是13度，晚上会降到零下13度，天气还是非常的冷的。外面捡点柴火来烧，都是柴火。我这里还有2个玉米，这个玉米掰一下，和昨天的一起煮一下。随便吃一点。哎呀，冻住了这个玉米。烧点水，刷个牙。刷完牙，嘴巴舒服一些。开饭了，朋友们！昨天凌晨将近3点钟到这里的，凌晨6点钟吃完饭睡觉的，中午1点多醒的。现在吃完饭就前往县城去那边休整。东西收拾好了，下午的3点多了，搞得我弄晚了。把这个灯给它拿下来，去洗澡洗衣服。哎呀，太脏了一身，这个门给它关回去。下坡走了，哎呀，这我忘了刹车不能用了，这里下来要推，哎呀，哎呀！昨天晚上一路下坡，没有看到沿途的风景啊，其实还是挺可惜的。但是呢，为了找露营地啊，躲避狼群啊，我还是选择连夜下山了。累是累了点，但是今天到县城就很轻松了。过了对面那座桥，就到了557国道了，离县城还有15公里左右。国道上面的柏油路，自行车骑起来就是舒坦。牛啊，让一让路。今天这个天气还挺好的，白天有太阳是真的舒坦啊。到了晚上，但是很冷的，这里每天都是零下10几度。当地人的牧民房墙上面全部都是牛粪。哎呀，牛叫声！看一下这个贡觉县，城市建设还是挺热闹的。6点钟了，时候也不早，在网上找一家旅店住一下。这边挺热闹的，我上网搜一家旅店。
自行车我拿到4楼来了，看一下今天晚上住的房间，非常的暖和，一张单人间，环境也挺不错的，主要是房间里面很暖和。我今天要把我这个身上所有的衣服、裤子、鞋子、袜子，通通给它洗干净了，然后在这里住上几天，把这个衣服给它弄干了。这2天呢，我真的是有点劳累啊，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主要是那条路啊，骑起来实在是太费劲了。接下来的路会好骑太多了，还是回到了国道，骑起来比较舒服些。好了，我先把贵重物品啊给它拿进来，然后洗个手，洗把脸，出去晚上吃点好的。把我这个睡袋啊也拿进去给它晾一晾，因为比较的潮湿啊。我把东西该洗的东西全部给它洗一下。在户外天气比较冷啊，水也比较冷，都没洗。这个充电宝全部拿进去。洗个手，出去吃饭。怎么没有热水呢？冷的。哎，这脸好多天没洗了。平时在城市里面一刻都不想多待，但是在荒郊野外挨冻受饿了以后，才会体会城市里面是多么的美好。好了，话不多说了，吃饭。吃火锅了，朋友们点了2份的牛肉，还有1份毛肚，其他的都是素菜，再来一瓶啤酒，我都已经流口水了。这个牛肉啊，看上去非常的新鲜，现切的牛肉，多放点牛肉。哎呀，今天又是美美的一顿大餐，土豆，我的最爱，吃火锅必点的。还有就是冬瓜也不错。这个已经熟了，10几秒就可以吃。朋友们，第一口就是最美味的。哎呀，这个火锅一吃，身体啊马上就发烫了。撸起这个袖子啊，使劲的吃。哎呀，舒服。来点金针菇，金针菇也是我的最爱啊。其实我在家里面很少吃火锅，不是说我们那里不好吃，我们那里也好吃，只不过呢，出门在外吃不到家乡菜，吃不到海鲜，所以只能吃火锅。这么一顿火锅200多，这个锅底啊就需要60左右了。最好是人多的时候吃，人少的话不是那么划算啊。填饱了口腹之欲，哪是人生一大快事。来这里买点蛋糕，买点水果，然后回旅店洗澡洗衣服，还有很多的事忙着我呢。回来了，朋友们，买了一个小西瓜，8块钱1斤啊！我还是买了一个，20多块钱，很小的，晚上吃点喝点。但是我现在呢，要赶紧的把这个衣服啊给它洗了。我现在衣服上面全部都是一股火锅味浓浓的。
好久好久没有洗澡了。现在先把这些衣服、裤子、袜子全部给它洗一下，有点多啊，感觉一次性洗不干净，这个放不下呀。分2次洗，一次洗不干净，放不下。这没有热水呀，怎么？哇，太舒服了！好几天没有洗上这种畅快淋漓的热水澡了。刚刚把这些衣服全部洗得干干净净了，但是由于没有晾衣架呀，只能用我的自拍杆给它晾一下裤子，还有这个衣服。还有这一件衣服，然后我的鞋子没有洗，待会儿把那个鞋垫拿出来给它洗一下吧。袜子我就放地上面晾，因为地上面有这个地暖嘛，干得快一些。还有我这个羽绒裤，这个羽绒裤呢我就不洗了，因为羽绒裤洗了就不保暖了。包括这个衣服我也不洗了，为了保暖。稍微脏一点就脏一点吧，包括我的睡袋我都是不洗的，除非给它擦一下。哎呀，打了个喷嚏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拍摄装备啊。我的拍摄装备呢，很多东西啊都已经摔得稀巴烂了。这个运动相机是我骑行创造中心在成都买的，今年已经换了3个运动相机了。我每年花在拍摄的装备啊要大几万，至少的。还有这个手机呢，1年1部，至少换一部新的。这个已经摔的这样也是不能用了。然后里面的内存卡呀，还有那个很多硬件东西啊，都已经老化了。包括这个运动相机也是摔的稀巴烂，你看镜头保护罩都没了，摔的。包括这边你看，摔成这样子，还有这里这个东西都已经摔烂了，直接被我拆掉了。所以每年要大几万，可能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啊，那么烧钱吗？其实真的是如此，因为我用设备啊，非常的粗暴，非常的舍得摔。我把锅碗瓢盆全部拿出来了，在户外的时候天气比较冷嘛，洗锅也不方便，来旅店了有热水了就把它清理干净。这个高压锅都已经快包浆了。泡一下，用这个纸巾把这个不锈钢碗擦干净。在户外啊，这种不锈钢碗啊是最方便的。第一呢，不容易坏；第二呢，清理起来比较的方便，用纸巾就直接可以擦干净。把这个不锈钢碗洗得锃亮的，擦的干净了。终于把我这个锅碗瓢盆弄得干干净净的了，现在给它装回去，放进包里面去。这个高压锅买的稍微有点大了，现在装进包里面。明天我还得去买一点油盐酱醋茶，还有大米，全部吃完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是凌晨的1点多了，刚刚洗完澡，洗完衣服，身体太累啊，床上一躺，直接就睡着了。睡了1个小时，醒来了。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我今天还有一个视频没有录呢，所以连忙打开手机跟大家录个视频。说一路说这一路的麦当劳路线，从排玉线到贡觉线，骑行感受跟沿途的风景跟那边的路况。那我们从排玉线开始说起吧。我离开排玉线就进入了金沙江，走了非铺装路面。那么走了差不多有30多公里，来到了一个小村子，那个小村子叫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地图上也没有写，因为
他们原来是一个分散的居住环境的，但是呢，后来政府修了房子，他们都住在一起了。到了那个村子以后呢，有一家小卖部能买到水和小零食、饮料，但是买不到菜的，东西还是比较少的。到了那个小村子以后呢，就是水泥路了，然后走上坡排山公路，走了差不多7-8公里左右，然后又是走非铺装路面，走了差不多有5-6公里，有7-8公里吧，来到了外冲村，就是我跟那个藏族小伙互动的画面，帮他们拍那个当地的村庄，那里差不多有100-200号人嘛，居住在那个山上面，人还挺多的。那边也能买到饮料，但是买不到矿泉水，他们是卖光了。因为那个小卖部呢，他们也不做游客的生意，主要是做当地人的生意，人是很少的。我离开那个小村子了以后呢，就一路上坡，爬到了海拔4000米的那个山顶。可能4000米听起来不高，但是那个山确实是很难爬。我记得到山顶已经是天黑了，而且下山的路面结冰。为了安全，我在山上面还住了1个晚上。那么第2天呢，中午1点钟醒的，然后因为不赶时间嘛，我在山上面待了好几个小时，3点钟下山。下山了以后呢，一路到了菠萝乡，但是它不经过乡镇，只经过菠萝乡的一个小乡村，叫乐多村。那个村子里面有一家藏餐馆，还有卖饮料、水果、蔬菜，能买到补给。在那个乐多村，我待了好几天，在那边剪完视频，然后离开那个乐多村以后，继续爬坡，海拔一直升高到4600。这一路别提有多么酸爽了，这个路真的是推都推不动的，你别说骑车，推都推不动。我真的好后悔我带那么多的装备啊，真的是要了我半条命。我还记得我高反了在山上面，然后在山上面度过了一夜嘛，然后就继续下坡来到了娘溪。到了娘溪呢，我又在那边住了几天，因为需要剪视频嘛，这一路过来很多地方都是没有信号的。在娘溪住了几天，然后又爬坡，爬了一座那个4800，但是我感觉那座山感觉好像没有4800米，感觉比较好爬一些，但是有点可惜那个视频的素材好多视频素材都已经丢失了。我记得当地人跟我说，那个山顶是有狼的，他让我千万不要在山上面搭帐篷。那么我也听取了当地人的意见，到了山顶已经是天黑了，尽管山上面有房子可以露营，我也没有在那边露营。为什么？因为那边没有手机信号。我就连夜下坡，把我的自行车刹车片都已经盖报废了，就是没有刹车了。我是推下去半骑半推，因为它有的坡度很陡如果你是骑上去的话，刹车刹不住是很危险的。凌晨的2点多，离县城贡觉县还有18公里的地方，终于找到露营地了，一个小石头屋，里面还有柴火炉，在那里度过了一夜。大概呢，就是今天到达了贡觉县。这一路过来，我觉得如果有第2次让我去走这条麦当劳线骑自行车，我打死我都不会去。但是骑完了以后会有一种成就感吧，这么烂的路我也骑过来了。其实它这条路最困难的是什么？就是第一是高海拔，第二是它的路太差。它这个路差会导致什么呢？你骑不了车，你只能推，你推都推不动，因为路太陡，再加上有冰雪路面比较滑，所以就导致这个路比较的难一些吧。如果它修了柏油路和水泥路，就非常的简单一些，大家可以去自己亲身去体验一下，就能知道这种感觉了。好多人会觉得，东北难还是这条路难呢？其实两者是没有可比性的。我骑行东北的时候，那边主要的困难就是冷嘛，
零下40度嘛。但是这里不一样，这里气温才10多度，它不是那么冷，但是它就是路陡，而且路况差，加上冰雪贴，加上高海拔，两者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。好在幸亏呢，这一路就过来了。其实这一路啊，还是没有那么的荒凉吧。冬季啊，那条线路啊是人很少的，因为当地牧民啊，全部已经搬到山下来了。因为山上面第一是没有信号，第二是非常冷，第二呢牛群呢也没地方吃草，所以他们都已经转场了。但是如果你是夏季来的话，山上是有很多人放牧的牛群啊。其实那个地方也没有那么想象当中那么的荒凉，但是如果你想走荒凉的话，冬季可以来啊，山上是没有人的，可以说是无人区，而且山上面是有狼的哦。再跟他确定一遍，麦当劳县，特别是垭口山顶上面是有狼的，所以大家如果骑自行车来的话，千万不要在山顶上面露营。一定要到山下面有人居住的地方去露营，这样比较安全吧。我在山上面露营，我是迫于无奈，因为爬到山顶了，天黑了，你也下不去，所以也没办法。好在我也没有遇到，所以还是比较幸运的。大概呢，这一路过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所以我是肯定不会去第二次啊。大家如果想体验这种刺激，又比较想挑战这种耐路的话，可以去试一下。来这个修摩托车的地方借一下工具，把这个脚程给它修一下。这个上次山上面下了这个搞坏掉了，太跌了，用这个榔头给它敲回去了。终于敲回去了。这块铁片上次在家里的时候就坏了，然后用那个亚无害给它害回去的，就是牢固啊。现在这个放回去就行了，这样子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前几天在麦当劳县啊，吃不好睡不好，然后来到了这个县城呢，就想好好的休息一下。我这个头发也长了好多了，必须要给它去修剪一下，要不然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精神。顺便呢去染一下这个头发吧。要洗个头。就随便解决，不分吗？不分，就这样，就修一下就行。天气变冷了，剪了一个新发型，感觉自己又年轻了几岁。主要是把这个白头发给染成了黑头发了，好惨啊！这里有卖水果的，买点水果。草莓，老板，草莓怎么卖的？他们25。给我来一斤。来一斤吗？大草莓哟，那甜吗？尝一个啊。尝吧，你洗一下来吃。1斤吗？1斤。2斤。1斤多少钱？25。哎呀，冻死了！没有穿衣服啊，买了点水果。这个季节啊，西藏的水果是很贵的，草莓这边25块钱算是最便宜的了。我上次问了一下，那个草莓60多块钱，而且这个草莓比较新鲜。还有买了点提子，待会儿回旅店了可以吃。你看，连小朋友都非常喜欢跳广场舞啊，挺好。天气太冷了。